像你们那个年龄都走了，他们这个80岁的，就50、60岁的都少。我们这块就5楼呢都没有人，这些楼一共才300来户人家。哦，那住的是。通往天池的路就像人生一样充满挑战，要翻过72道弯。如果你晕车的话，这段路会让你很难受。不过美景总是在山顶，当你来到山顶，就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那个山顶已经排了乌泱乌泱的人呢。我估计爬到山顶得需要不少时间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长白山，我们还没有看到天池。我们一会儿准备爬天池啊。爸爸也可以。Hello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白山的天池啊。然后今天的天气超级的好，所以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。然后我们也是挤到了一个空档里面，然后跟天池来一个合影啊。然后还有一点点小风，对，很凉爽。据说昨天下雪了，对，但今天一滴雪没有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所以听说我们运气好，才视野非常开阔，搞到了这么好的天气哈。然后你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天池吧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后面的天池。好。看看这下山的路，司机说大小弯加在一块还不止72道。能在这样的道路上驾驶，需要有良好的驾驶水平，而且在这里的山路上驾驶只能用小车，因为大车根本没有办法转弯。不过为了天池美景，这一路的颠簸也算是值了。哇，这奶奶真厉害哈！奶奶今年高寿啦？哇哦，您真厉害，身体真好，向您学习。老爷爷今年多大啦？多高寿啦？啊，您今年高寿啦87。87，哇，您真的厉害，向你学习。是老同志。对呀，87都不喘呢哈，爬上来，真好。热不热？Yes 啊，饿不饿？中午的了，我吃的再早。烟雾缭绕啊！有热气了。这是烟雾缭绕的温泉，一会儿我们就摸一下吧。一会儿我们可不可以跳进去？哪里？进不去。哎呀，太遗憾了。给你来2个鸡蛋在里面烤一下吧。洗的热水澡。给你烤2个鸡蛋。煮不是烤。哦，不，给你煮2个鸡蛋，这温泉鸡蛋。水应该没有那么热，不然这个苔藓都被烫死了。不知道哦。你看它那个一直在冒气呢，看见没有？一直在冒气呢。走吧，咱们往上走吧。这就是长白山瀑布。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，在这片光秃秃的山上，这瀑布显得更为精彩。
路旁边坐着的这位月老，为了更有视觉效果，穿上了传统的服装，还戴上了假发，就像他给人抽签一样，人生当中的缘分有几分是假，几分是真。就可以。我看好不好？很好，名字写上来。哎，为什么是2个女生一起盖章？陆克说，也许别人是一对伴侣。烫哦，好，来吧，好，有味道吗？水没有味道，有一点淡淡的青苔味道。来，告诉我，在中国旅游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看人。人山人海，我这是抢答啊，自问自答。这个景点叫什么呀？绿园潭。绿园潭。秋季的长白山森林适合发呆，如果没有游客的打扰，你躺上半天，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这是个小的呀，小熊啊，多大了呀3岁多了。它3岁多了，嗯，怎么体型这么小呀？不小呀，就这么大才好玩。在山下的虎园，一群游客在那里围观老虎如何一口把一只活鸡捕食了。陆克和我路过的时候感到非常的不适。刚才有这个动物园是吧？然后他们钓一只活鸡在那里喂老虎，很多人在那里围观。我跟陆克我们2个都离开了，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看到一只活的动物在那里去这个喂哈。国内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讲什么动物福利呀。但是我会觉得，作为儿童，如果青少年在看的话，就那种心情会很难过。就是我作为一个儿童的心情不难过，他这种教育方式就会把人的这种残忍引导，对，残忍，会引导残忍。而且其实我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让我去看到那个老虎一口把那个鸡给吃掉的那种感觉，我也不行。我觉得对我是一种内心里面有很大创伤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们就懒得看了。对，我觉得这种表演应该把它拿掉。但是他这里好像是为了挣钱，因为他喂一次的话，他要收150块钱，是吗？逛完了长白山之后，我们今天来到了2道白河小镇。昨晚我和陆克住在了2道白河小镇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镇的风景怎么样啊？主要是以各种各样的小宾馆啊比较多，因为这边附近有很多景区啊，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也挺多的。平时是老白犬、白老犬、白老犬。我一直认为菜市场是了解当地文化的重要的窗口，所以每一次外出旅行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去当地的菜场看看。就发黑一点的没事儿，有点熟了。对，它是先熟的。这样你现在吃
我们现在也可以不吃，我们就是吃饱了。一家。先给它捂着吧。这是哪儿的？啊，那个没事，对，那个时间长些，不会。它是嘎嘎脆的，还甜还脆，糖心儿它是，里边那个心儿就像蜂蜜那样是。叫鸡心果。鸡心果。刚才看买了一个什么小野生猕猴桃，号称叫元枣是吗？你们这个看上了什么呀？榛子。榛子啊。买点榛子吃。榛子。那个大的就是皮儿厚是吧？对。20斤那个湿的。这个吧。听见本身就哄孩子玩的嘛。大孩子小孩子都是孩子。大家都是小孩，只要活着都是小孩。哄着。长白山很多人原来是以伐木为生，所以连当地的公园都是以森林伐木为题材的。你得有那个吹的呀，这个把手都断了，看到吗？这地方是有个把手的嘛。拉不动啦。这边也定起来，都定起来。你要想弄走，整体弄走，然后那个底下那个大木头也是固定在地上的。哦，这是酒精点火，哦，木柴的哈。对。东北炖大鹅、炖土鸡，今天咱们炖的是鱼哈，一会儿。这大铁锅，我的妈呀！这5至6人餐，我们俩坐在这里好意思吗，宝宝？哎呀，大姐这鱼来了，直接就给整上了哈。哇，这大锅哈！这我们俩吃得完吗？你还有鸡还没来呢。还有鸡，锅里面配的有鸡肉呀，有1斤鸡肉在里面呢，吃不完打包呗。吃不完打包吧。你俩尽量把鱼都吃掉。就是呀。然后剩下就能吃完。啊。对呀。正宗这个冷糖水鱼，谢谢啊。要多长时间姐这个？这个啊。半小时吧。幸好我们不赶时间。对呀，正常我们都40分钟。哦。因为鱼快。对。好的。现在是5点50了嘛。OK。所以今天的特色就是东北炖大鹅。没有，我们的特色是东北炖大鱼，铁锅炖大鱼。够了，谢谢。俩够了。够了，4个够了。不然，对。正常说要贴满锅呀。妈呀，这扑啦的。哇哦，已经开了。我觉得我对东北的了解更多了一点，因为原来我去的是黑龙江啊、辽宁啊，当然吉林也去，更多的城市里面。这次因为他来到一个延吉这种地方，住的地方还是旅游的这个小镇嘛，他们背靠着长白山，有很多的这个生意在这里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你能够看到有很多的都是老人家，对吧？小区里面你看走来走去，我感觉到我看到都是那种60到80之间的老人家在上面。年轻人都出去了。对，然后即使是在延吉的时候，你看在夜市旁边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活力，就城市这个活力比较弱。然后你能够感受到说，30岁的或者25岁到30岁，或者20到30岁之间是淡档的，是吧？是淡档的，没有太多的年轻人在那里比较活跃。还有一个呢，我就看到他的这个需求的不足吧，就你能看到那些房子呀什么之类的，盖了很多，要么很多就是那种烂尾了，要么可能是没有什么人住在里面，能看得到的，明显看得到的连窗户都没有了，然后住的人也不多，他会给我一种空心感。这个词我就终于在我大脑里跳出来，就是这个，就东北它真的除了旅游外面来的人以外，本地的这些空心感很强啊。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去买那个叫野生猕猴桃那个人对吧？是个年轻人啊。对。他在那做生意，我就算他那一堆要卖的话，可能卖个几百块，100多块钱，没有20斤，就算20斤也就卖200多块钱。所以如果他一整天卖了200多块钱，而且这个东西还是在他山上摘下来也花了时间，所以呢，它不是一个专业化分工的一个地方了。
很可惜我觉得不划算。就是我宁愿在工地上干活一天，我可能挣300块，我还挣400块。但是我如果做这个的话呢，我可能一天只有100块。当然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我想的意思就是说，还是比较原始的那种。除了旅游业，你都不知道该做点什么。而且我们这次来的地方还是延吉下面，对吧？是长白山。那么长白山的话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旅游外地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，尤其是你看朝鲜族这个在这边。那很多韩国人呐、或者是很多在韩国打工的人过来消费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消费能力是比较强的。我认为这个里的物价其实并不便宜，比如说那个烤肉，两个人摊到140多，你在广州也140多，对，所以它跟广州的价钱是一样的。哇，这消费你就会觉得其实不便宜，这跟收入不成比例嘛，挺不容易的。其实房价也不便宜，对，你在延吉看到的房价也不便宜，就它的房价他说这个靠在河边的要卖1万多。其他地方也有4000的、5000、6000的，对吧？这个价钱比那个什么清远还贵，对吧？清远也有多少人口啊？清远人口很多的，离广州近。你现在常住人口他那个司机说只有1万多人，旅游业一走，冬天没来了，全靠外地人去的。但是你看那个镇上建了多少房子嘛？对，这锅真大哈，他们。哎呀，这是真正的铁锅炖大鹅，东北的。谢谢。这个疏柳，哦，我还秃噜一下，秃噜一下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面子是，就是很薄很薄的那种感觉，秃溜，哦，所以什么味道呢？这个？我不用，真不用，吃的很。对。你这人不要脸，你来给我展示一下。尝一下。啊。什么味？很甜，还有点甜味呢。好。强哥是一个典型的没有艺人都放吧，一边吃饭还可以一边社交，厚着脸皮还吃上了另一桌点的正宗的东北炖大鹅。当然，我们也送上了我们的东北炖大鱼。来看看强哥再给您展示一下在东北如何跟陌生人讲话，这样的话见了任何人都可以热情的聊起来。晚上的聊天哈，我们从广州过来旅游的。啊，对，住在这个住民宿上面。哪个？那边哪的3单元啊，3单元3。是哪儿？广州是哪儿的？就广州啊。广州的啊，对，我看咱们小区住的老人家多哈。这块老人多，都住老人家在这里。那年轻人呢？年轻人也有住的，有的就是不在这儿。哦，有的去南方工作去了。对，像你们那个年龄都走了，哈。就老人家在这带孙子上学什么之类的。他们这个这都80岁的那就不会出去了。是。从没选举50岁的都少，50、60岁的都少。去了吗？哇。就是60。肯定是，主要60、70哈。对，像这房子能卖多少钱1平米啊，大姐？3单元。你问我这个房子卖多少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他们也有卖房的，但是不知道多少钱要的。啊，对，3单元后边哪都有。都停工了呀，都停工了，不能买。那10月份那说要住人嘛？这怎么住啊？我刚刚看到。后边哪的？啊，我怕它死火了，它不会再盖了呢。它这个能完工吗？它这个？说的是10月份要住人吗？我看有点够悬，我刚刚在窗户看了。反正就是住人，主要是没装修啊。是的。他们有的人就是说回迁干啥上那都上别地方，一直他不交工啊。那肯定啊，他交不了呀。这房没住满的有事。这边哈。这中间干啥？我们这块是不少没住满。我们这块就5楼那都没有人。哦。4楼好像还有一面。4楼没错啊。4楼那一家2边，那边没有，这都没住满，这都没满。这些楼一共才300来户人家。哦，那个才10来万。哦，10来万一套是吗？就是50多平方这个，反正就是。啊，50多平米。啊，我们现在住那个也差不多。对，2000来块1平米啊。本身这就现在是房子往下的。真的跌得不得了。广州也是都跌了。还不是东北哦。现在国家不是10月有一个就是什么干啥
的地方还是好价，地方。你看，就大城市了，相对好一点。相对好，你在那个位置啊，靠学校或靠什么地方，对，还是说不往下跌的。对，确实。国家可能有国家的办法，他用这个房肯定有办法的。短期内这办法都不太行，短期内都不太行。你看日本有30年房价都涨不上来，人少啊。对，现在人都开始下降了嘛，而且东北人口是减少的，对吧？这个慢慢的就有可能你们那块拉开，我们东北暖和了。那不行，那就是巨大灾害了。对，那就是巨大灾害。对，这地球的这个分布还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对。所以这个小镇有多少人呢？住了多少人？这个镇呢？啊，有几万人。现在有个5、6万吧。哦，那很大了哦。6万人口差。那不小哦。原来打算这10万人都差不太到了啊，要起名都起了，三江市。三江市哦，都走了。就旅游的那来，冬天可能就不太行，是吗？冬天人也不少啊。冬天上长白山该旅游的时候。哦，看雪景。谢谢跟你们聊天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对。